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unny。疫情肆虐的2020，美股走出了 V 字形，从刚开始的恐怕崩盘，到最后的暴力反弹，甚至反转，股市永远有你想不到的惊喜。然而，美股各项估值指标已经达到史上最高位置，货币政策也将随着疫情退去而开始收紧。而美国呢，乃至全球的经济终将从疫情摧残当中恢复过来。2021年注定又是充满机会和挑战的一年。阳光财经即将开始一系列2021年全年投资思路的节目，先讲风险，以后我们再讲方向。请大家快速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在接下来的陆续节目中，我们共同探讨2021年的投资策略。市盈率、市净率估值在历史上最贵位置，是目前美股最大的安全隐患了。标普500指数从开市以来就没有过这么高的估值。这是市盈率的历史分布图，市盈率是股价除以每股收益，它最直截了当的反映股票是高估还是低估。毕竟每一只股票都是唯一的个体，你不能说3000块的亚马逊就是比500块的特斯拉还要贵。估值方法当中，我们习惯用市盈率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一般来说，在特定的行业当中，市盈率低的便宜，市盈率高的昂贵。而指数所有成分股的平均市盈率，就是反映整体市场是高估还是低估的重要参数了。现在的标普平均市盈率是多少呢？ 34.63 倍，是历史上 99.94% 的时间里都没有过的高估值。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标普交易了10000天，只有6天是比今天贵的，其他的9994天都比今天便宜。历史中位数是 19.76 倍，也就是说20倍左右的估值是标普的正常水平，现在是接近了35倍，高于正常值非常多。投资是低买高卖，贵的时候投资机会当然会比较有限，而且随时杀估值。我们再看一下历史上标普500出现各种倍数市盈率的概率，会发现出现17倍、23倍市盈率的机会是非常高的，分布在17倍和23倍两侧的机会也很高，唯独35倍市盈率孤零零地站在频率分布直方图的右边位置，它的柱状图柱子小到看不见。这就是说，历史上标普500指数出现35倍甚至以上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好，标普的市盈率严重高估，纳斯达克指数的平均市盈率又怎么样呢？纳斯达克的加权平均市盈率达到了惊人的 69.05 倍的水平，占据 99.42% 的分位。意思是，假设有1000个礼拜，只有6个礼拜是比现在的估值高的，剩下994周都比现在便宜。纳斯达克指数市盈率的历史中位数是31倍，出现31倍左右的估值是发生概率最大的事件，而现在的69倍是在历史上出现概率相当低的估值。高高在上的估值大部分由科技股支撑起来，科技股能够维持每年高速增长嘛？另外一个用于评估估值高低的指标是市净率，股价除以每股净资产得到市净率。净资产呢，是公司直接当场清算能够拿回来的资产，而市净率 PB 达到几倍，那就是用几倍的钱买这家公司净资产的意思。标普500指数当前市净率是 3.84 倍，就是这505只股票加权平均起来要花 3.84 倍的钱去买这505家公司的净资产，这位于历史上 99.62% 的位置，也就是说历史上只有0.38% 的时间是低于这个估值的。出现现在这个估值的概率是历史上倒数第二的，倒数第一的可能是前几个星期。纳斯达克也是类似，从历史 PE、PB 统计图表我们可以看出，2021年的大部分指数成分股都是顶着极高的估值压力在交易。一句话，股票涨到了很贵的位置，回调压力在所难免。疫情如果在2021年解决，避险的资金就会从科技股板块回流到强周期板块，从而对以科技股占大比例权重的指数造成压力。同时，生物医药板块因为疫苗的利好落地，
并且疫苗承诺以成本价销售为主，增收不增利，也会造成生物医药板块的压力。科技股和生物医药股加总占纳斯达克半壁江山，加上高估值，指数负重上行，确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众所周知，2020年美国以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政策双管齐下，得以在疫情不断向纵深发展、感染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的背景下，就业率企稳，经济有所恢复，股市高歌猛进。美联储迅速出手，祭出零利率杀手锏，并号称维持零利率到2023年，与经济刺激政策相配合，全面放水成为股市大涨的关键因素。当然，房地产也应声而起，资产的上涨背后是美元的变锚。美元指数从2020年年内最高点103大跌到92附近，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到2021年，还有没有这么宽松的货币环境和政策环境呢？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要放水。在新冠之前，美国经济很好，根本不需要放水。放水就是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放缓，用货币来对冲，让经济名义上看起来维持繁荣。实际上，谁都知道过度放水是经济的毒药。在经济恢复之后，通货膨胀回到 2% 以上，美联储就会开始回收流动性，而疫情一旦解决，财政上的刺激政策也会陆续推出。所以疫情最糟糕的时候，股市却一通猛涨；疫情结束的时候股市反而调整。那这样的事情呢，看起来逆逻辑和不可思议，实际上还是有可能的。但是2021年极不可能加息。首先是美联储自己承诺2023年以前维持零利率，不可能这么快从利率下行通道中扭转过来。其次是疫苗大概率到2021年夏天都无法覆盖全球，而2021年的冬天疫情会不会再度发生，这些全部是未知数，而未知对金融市场就意味着不确定性，是风险。以上讲了3个美股在2021年可能崩盘的潜在理由。即使是这样，美股调整有可能，但崩盘还是很难真正发生。在美股历史上的大幅回撤需要一定的外力作用，没有一根针去刺破泡沫，泡沫可能会维持住。那这根针是什么呢？主要是重大意外事件。历史上发生重大意外事件造成美股崩盘的，那有那么几次。2008年的经济危机，2020年的新冠疫情，这种事情多少年遇上一回。2020年遇上了，那2021年再遇上这么大的黑天鹅，概率上有点小。如果没有重大意外事件，消化估值不一定以暴跌的方式来进行，也可以用时间来换取上市公司利润成长，从而降低 PE、PB 等估值指标。另外，标普和道指高估值也可以用成分股调换来消化呀。刚才我们说到，目前指数成分股的平均估值处于历史的绝对高位，估值的分子是股价，分母是每股收益，或是每股净资产，或者别的什么。总之，分子和分母都可以变。杀估值是在分母不变的情况下把分子降下来，股价大跌，每股收益不变，那 PE 自然就降下来。但是如果股价不跌，而是每股收益上升，分母变大了， PE 也会降下来，这就需要时间来消化。因为上市公司在成长，投资的公司在变大，变得更赚钱，这都需要时间。如果股价不跌，那就需要上市公司成长来降低估值。另外一个把标普500的估值降下来的办法，就是调整成分股。标普会把连续4个季度盈利的，同时伴随较大流动性和市值的股票调入成分股，也会剔除不理想的个股，通过剔除低劣的股票，引入优质的公司，那指数也在自身不断修复换血，提升指数的质量。这个渠道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高估值，所以目前由货币放水支撑的史上最高估值，不一定以崩盘的方式来消化，而更有可能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消化。对于2021年来说，有一些利好值得期待，从而维持住股市当前的泡沫。从现在的时点来看，拜登政府将会对国际贸易和全球化采取积极的方针政策，这和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同，国际贸易摩擦的减少对全球经济是有利的。
中国需求不可否认是全球经济链条上一个重要的环节。中国经济活力旺盛，对美股不是利空，而是利好。搞好与加拿大和欧盟的关系，对美国宏观经济也有帮助。比如欧盟数字税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在国际贸易冲突当中作为筹码解决掉？中国、欧洲的经济与美国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纳指权重股多少都与这些重要经济体有联系。当然，那些被阻挡在墙外的社交媒体就不提了。无论如何，正常的国际经贸关系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拜登在关键岗位启用一批老将，他选择耶伦作为财政部长，对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有帮助。市场对新任财长比较重视，原因也在于此。耶伦本属于鸽派，在伯南克任期内就积极主张量化宽松政策，在他的任期内更是一再延缓加息。本该加息而延后，对当时来说就是刺激股市上涨的利好。耶伦并不认为财政赤字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从而为他的鸽派政策开路。他担任财政部长，时逢美国经济被疫情搞得压力重重的情况下，以他既往的作风和他作为美联储前任主席的经历，推动经济刺激计划，与美联储配合打货币财政牌是非常不错的人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2021年如果都比较宽松，那对股市泡沫是有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5.4%， 一改2020年衰退 4.4% 的局面，实现全球经济的 V 型反转。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也经常提前反映经济复苏。如果经济复苏了，那股市完全可以背负高估值，坚持在高位盘旋，即使有小的调整，也会有结构性的交易机会，让我们可以分享美国优秀上市公司在国内国际贸易恢复阶段的成长空间。除非出现重大意外事件，否则2021年美股还不至于出现崩盘。即使有一定的调整，仍会以时间换空间，维持泡沫。以上仅代表一家之言，投资需要综合多方信息进行研判。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点赞、评论、转发、订阅一步到位，我们下期再见，拜拜。